作为悬疑犯罪电影，瞒天过海的节奏明快紧张，开场就以议员之子被谋杀拉开序幕，接着讲出富豪草菅人命的故事，将悬疑感拉到最强。张钧甯饰演的乔文娜，出身孤儿院，却靠着美貌与能力成功跨越阶层，嫁给了富可敌国的沙地，摇身一变成了岛上最有权势的名媛。可就在她爬上人生巅峰的时候，神秘人出现，拿着她与前男友的照片加以勒索。于是她试图带着500万来到免税酒店解决麻烦，却陷入一场密室谋杀案件之中。昏厥后醒来，就变成谋杀前男友名浩的嫌疑人，一朝从升天跌入谷底。张钧甯的出场，首先彰显的是她的身份，半山豪宅铺用成群低调雅致却不失奢华的会客厅。人还没有出现，贵妇人的派头已经出来了。跟随郑警官的视线，我们穿过庭院，终于看到了乔文娜。她穿着浅色的长裙，脸色苍白，头发凌乱，双手无助地环抱在胸前，看起来楚楚可怜，像是一朵被暴风雨击打过的水莲花。许光汉饰演的郑警官，因为想要大捞一笔，借机成为乔文娜的顾问，通过询问案件的细节，来找出证据帮他脱罪。郑警官一出场就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黝黑的皮肤，花哨的衬衫，嘴里不停咀嚼着槟榔，时不时伸出的想要开油的咸猪手，显示他是个老油条。而他眼里迸射出的金光，拿在手里的雪茄，则燃烧着对金钱的熊熊欲望。面对郑警官，乔文娜毫无反抗之力，咸猪手伸过来，他只能屈辱躲避。郑警官拿着他的项链，狮子大张口，他二话不说就转账，只求能够花钱消灾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强势，一个柔弱，一个地位低，一个地位高，一个充满控欲欲，一个等待被拯救，一个行使勒索，一个被迫承受。在封闭的室内，一男一女相对本来就充满了张力，这些身份与性格的强烈对比的叠加，将这种戏剧张力拉到顶峰，让观众和角色共同陷入对未知的期待中。看到这里，张钧甯已经将乔文娜的人设树立起来了，一个柔弱无助、忍辱负重、受过良好教育、身处绝境仍然维持体面的女人，一个无辜的受害者。电影的故事内核并不复杂，一桩杀人案牵扯出另一桩杀人案，两件案子被凶手串联到了一起，只要找出真凶，故事就完结了。但电影在呈现上使用了情节反转和身份反转的方法，不断将已有剧情推翻，不断推理改写，呈现出故事中的故事的嵌套节奏，永远让观众猜不到下一步。你所知道的真相都是讲出来的故事，你所以为的真凶只是一个烟雾弹。在高反转之下，没有血浆和枪弹，单纯依靠反转就制造出了强烈的惊悚感。在电影的前半段，你有多相信乔文娜，在电影的后半段就有多受惊吓。张钧甯在这部电影里没有换衣服，没有换妆造，他凭借富有感染力的细腻表情，就完成了2种不同人设的变脸，并在2种人设之间切换色彩，让人看了不寒而栗。李尊饰演的明浩，身份是华人议员的儿子，性格变态。他明明已经分手，却一直被其纠缠。无奈之下，因为想要了断这段感情，却被迫卷入了一场凶杀案。张钧甯用迟疑温柔的语气，小鹿斑比般纯洁的眼神，柔软的眼泪和倔强的反抗，塑造出一朵忍辱负重的白莲花，让人不禁怜爱同情。可惜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明浩一在密室遭受谋杀，此人是无法开口的。这一切都是由乔文娜讲述的。老谋深算的郑警官与乔文娜你来我往，用一个罗生门般的故事，将案件的细节慢慢拼凑起来。瞒天过海的基调是金钱，节奏却是时间。郑警官来到豪宅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倒计时，以距离庭审的时间紧迫感，来迫使乔文娜放弃戒备与自己合作。在他的步步紧逼之下，乔文娜的真面目一点点暴露出来。乔文娜和明浩因为私情遭受勒索失真，但分手是假，真正一直无法放手的不是明浩，而是乔文娜。一方面，他为了金钱地位，打造出爱做慈善的人美心善的人设，藉由这个人设成功攀上沙地，嫁入豪门。一方面，他又恋恋不舍旧情，沙地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他不能阻止，只在明浩身上索取情感需求。乔文娜的这种心态有个专门的成语，叫做东石西树，说的是齐国有个少女，在出嫁时面临2个选择，东嫁青年貌丑有钱，西嫁青年貌美家贫。父母问少女选哪个青年，少女说自己2个都要，她想在东嫁吃饭，在西家睡觉。由此可见，乔文娜不管外表看起来多么自信温柔，她骨子就是一个绝顶自私的人。她没有以尊严换金钱的契约精神，也丝毫不考虑前男友的心情和处境，只想满足自己的所有欲望。她的性格也不像表现出来的这般被动，不管是嫁给沙地，还是与明浩的关系，她都是主动的那一方。就算是和郑警官的交锋，她也没放弃掌控权，利用和强律师的电话联系，无声的警告郑警官。在郑警官推测的第2个版本中，同样在孤儿院长大，
明浩生出了一副艺术家的敏感心肠，乔文娜却在心中种下了金钱的种子。她要摆脱这种窘迫的处境，她要钱和权，她要得到所有人的艳羡。为了钱，她可以出卖爱情，也可以出卖良心，甚至在最后，她还能出卖自己，将自己最美好的情感和记忆一起抹杀。在乔文娜的心里，钱就是一切的通行证，是掩盖一切的遮羞布。为了钱，她能够付出一切。她也相信有了钱，什么事情都能被摆平。这种扭曲的心态，即是她犯罪的开端，也是她入局的原因。金钱即罪恶，在这部电影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与乔文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惠英红所饰演的红姐。这个武旦出身的平民老太太，虽然没有钱，但她有爱，有因爱而萌发的横扫一切的勇气。红姐对所有人都带着善意和体贴。当她在隧道里看到淋雨前行的乔文娜，二话不说就请她上车，还把她带到家里休息。她相信一切努力都能得到回报。儿子生重病了，她没有被打倒，而是悉心照顾儿子生活。丈夫失踪，她不放弃，一遍遍询问，甚至敢一个人跑到酒会上当众质问乔文娜。当一个普通人对上了权势滔天的富豪，面临血海深仇，真相却被看不见的大手掩盖，怎么才能让正义伸张？是黯然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对着权势低头，看着仇人在镁光灯下谈笑风生，在愧疚的思瑶和痛苦的眼泪中度过余生，还是绝不放弃心，收集所有能够接近真相的细节，团结一切能够帮助自己的人，决然的做一个撼倒大树的皮肤。红姐选择了后者。很高兴在这部电影里，女性不再是受害者的身份，不再是一个被虐待、被侮辱的形象。乔文娜的恶的层次分明，恶的老谋深算，恶的光明正大。她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有望，也完全不压抑自己的欲望。乔文娜的畸形心态，也许并不是个例，而是一种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所带来的时代病。她只不过是表现得更为极端罢了。如果她在青春期的时候受过正确的情感教育，如果她在走上职场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，以她的聪明才智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，将欲望和力量用在自己去冒险开拓事业上，而不是依靠某个多金男人走捷径，也许她也能够收获堂堂正正的成功和光明正大的爱情。